无声，走每段旅程。谁该被爱，谁该去恨，如何区分？眼前未必真，时间会作证。绕了一圈，不过想要内心的安稳。梦和醒哪个比真？哭和笑谁更残忍？我们说服自己，学会欣赏，对错却没有追问。以为该发生，却没有发生。等到想拥抱，怀抱已变冷。我们用力挣脱，渴望重生，最后把自己伤得最深。以为该结束，却继续放任。等到伤痕累累，才肯承认，发现离开是用转身，而忘记却要用尽一生。这是人生的必经过程。Dr. Day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出来啊？爸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爸现在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不久前才进医院，现在又忽然晕倒，不会是有什么病吧？你们不要胡思乱想，东哥会没事的。Dr. T， 我爸怎么样了？为什么还没醒过来呢？怎么会突然晕倒的？张先生的病情已经恶化，情况不乐观。什么叫做病情恶化？心脏病还是哮喘？我会跟他们解释的，谢谢 Dr. Day。你一早就知道爸的病情，是不是爸要你隐瞒他的病情？老板得了肺癌，是末期。其实我也早知道，是你爸不让我告诉你们的。他不想让你们担心。其实这几个星期，他打吗啡的次数越来越频密。我也劝他来医院接受治疗，但是他不肯。为什么不接受治疗？他应该知道自己痊愈的机会不高，所以就放弃了。我实在是太大意了，每天陪在爸的身边，他得了癌症，忍受这么大的痛苦，我竟然没有发觉。我想爸，他一定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，才会努力的找回我们，陪他走完人生最后的路吧。你们大家最好在他面前装得若无其事，像往常一样，千万别提起他的病。Hello。OK。我需要办点事，很快就回来。军峰。他的情况怎么样了？他的肺癌恶化了，情况不乐观。他真的有肺癌？我本来答应他不说的，可是现在隐瞒不了，大家已经知道了。他还剩多少时间？他时间不多了。俊峰，放下仇恨，不要再报仇了。他是死是活与我无关。我决定的事，不会因为一些人和事而改变。口是心非。如果你不在乎他的话，为什么他出事的时候你会打电话通知我？
分明就是很在乎他，还故意扮冷酷无情。就算是个陌生人昏倒，我也会打电话叫救护车。难道这就表示我在乎那个陌生人？迅风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要再欺骗自己了。我们不能改变过去，也不能预知未来。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当下，把握现在。放过他，就等于放过自己。他走了，你和他一定会有遗憾的。我可以停止还没展开的报复行动，可是过去的计划已成定局，已经没办法再扭转了。那你会和他相认吗？不可能，我办不到。走错路了。啊，我去前面回转。到了。要不要上去看他？不了，我赶时间。 OK， 拜拜。爸还没醒过来。你跑到哪里去啦？你给我好好乖乖待在这里，不要离开啊！你看人家多孝顺，寸步不离守在这里，就是希望你爸一醒来，第一眼就看到他们。你说什么啊？你以为我和立行哥像你这么虚伪啊？你反应那么大干什么？我又没在讲你们，我是在教训我女儿。我希望啊，她多多向你们学习，做个孝顺的孩子。真的很会讲话咯，明明就在讽刺我们嘛，说我们很会演戏，装孝顺。子杰，少说一句吧。 老板还没醒啊？爸，东哥，你终于醒了，差点吓死我们了。你是哪里不舒服吗？你听得到我们讲话吗？我你看爸，他是不认识我们了嘞。我怎么不认识你们？东哥，小心小心，东哥。 我怎么会在医院呢？你昏倒了，阿菜把你送进医院的。我没事，我要出院。东哥，你别急着出院，你刚刚才醒过来，这里有专人照顾你，我们才会放心的。对啊，我们会轮流在这里陪着你。我都说我没事了，我要出院。爸，不要再演戏了，我们都知道了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没办法帮你隐瞒了。 爸，我们一定会找到最好的医生给你治疗，你千万不要放弃。我什么时候让你觉得我放弃？现在像我这种情况，神医也治不了我，那些化疗、电疗，我是最怕的。这么辛苦死，我才不要。要什么？开心死。所以你们现在要让我开心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让我出院。 累死了！你们都还没吃，不如我叫牙替帮你们准备一点吃的吧。现在谁有心情吃东西啊？哦，只有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才不会受影响。明天早点休息吧，明天早上我陪你去医院接老板。 明天我们一定要一大早冲去医院，陪着你爸，看着他，不能输给那两个小子。需要做到这样吗？
现在是关键时刻，能不能反败为胜，就靠这一次了。难怪你进来一直给我压力，要我争取表现。原来是因为你早就知道爸已经生病了，对吗？其实很多事情我都知道，只是妈不想告诉你，我怕你心里不平衡。我那么紧张是有原因的，也不怕老实跟你说，你爸的遗嘱早就写好了。你不相信是吗？那你自己看，没有我的名字也就算了，你是他亲生女儿，怎么连你那一份也没有啊？我们现在要趁那个老头没有断气，加把劲，要不然什么都完了。妈，你眼里就只有钱吗？爸都还没死，你就已经对他的财产虎视眈眈，你到底有没有真心爱过爸？我如果没有真心爱他，我当年就不会没名没分跟着他，还帮他生下你。我赔上了我的青春和感情，你看我现在得到什么？得到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有得到，名分、金钱、感情，他一样都没有给我。你说这样的男人，我还能够爱他吗？你真的以为你妈我见钱眼开？我都几岁人，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我绞尽脑汁争一点财产，还不是为了你？莫欺非爱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我需要留意观察，等到明天才能出院。真的搞不懂哎，好不容易才可以跟老爸相认，上天为什么要把他带走呢？宝贝，不要这个样子啊！如果你老爸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他会很伤心的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花多一点时间陪他，这样子以后你就不会后悔了。爸，小心楼梯啊！是啊，东哥，慢慢走啊哈。哎呀，你看你们，刚刚才告诉你们别把我当成病人来看待，转头你们就忘了。哎呀，回家真好。东哥，你想吃点什么，喝点什么？我去厨房帮你准备。不用了，我看了，我还是先回房休息一下。哎，好，那我扶你。不用了，欣雅。你陪我上去。谢谢。你爸他是不是病到糊涂了？怎么可能叫你女朋友单独陪他回房？妈，欣雅是爸的看护，她的工作就是要照顾好爸。门一关上，谁照顾谁还不知道呢？阿姨，讲话不要那么难听。我讲什么了？是你自己想歪了。你妈真的爽。对不起啊。没事。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啊？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么舒服过。打从医院回来啊，每个人呢都争着伺候我。我现在啊，感觉自己是个皇帝。这就证明大家都很关心你啊。关心是要发自真心才有用，谁是真心，谁不是，我心里有数。好了，不要想那么多了，现在多多休息最重要。不过有件事我一直想不通，那天我在骨灰塔昏倒，你是怎么样知道的？我记得当时附近都没人，但是我倒下去的时候，我隐隐约约看到一个人的身影，那个人好像是俊峰啊。怎么可能会是俊峰呢？一定是你看错了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肯定啊？
如果他真的是飓风，一定会上前救你的。我是因为关心你，才会打电话给阿才问你怎样了。没想到你真的出事了。这么说，你那通电话来的正是时候，阿才能及时找到，要不然啊，天堂长得怎么样，我现在都看到了。好了，现在是吃药时间了，帮你拿药。新雅，刚才你在东哥的房间里聊了些什么？没什么啊。没什么？他指定要你陪他回房间，是不是有什么重大的决定他要做，要征求你的意见啊？你指的重大的决定是什么？哦，比方说，他离开之后，他的身后事要怎么办啊？还有他遗产怎么分配？这件事我觉得你问他会比较好。啊，我也只是随口问问。其实我现在最担心啊是东哥的健康，我真的希望他能够长命百岁，活久一点，那就可以留在我们身边。我先回房了。东哥。找我什么事啊？哦，我是想进来看看你，不妨碍你休息吧。我想睡了。哦，那不吵你，你睡吧，我明天再来。哎，有话你就说吧，明天早上我还真不知道醒不醒得来。东哥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我已经看开了，能活一天就是一天。现在我都把每一天当成是最后一天来活，不留遗憾。说吧，有什么事？那我就直话直说了。你记得你曾经说过，紫云姐一天没死，你就不会再娶。那现在你已经知道紫云姐她不在人世，我想趁你现在的身体状况还好，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名分。我都快死了，你还想嫁给我吗？这是我20多年来的心愿。难道你这么想当寡妇啊？当寡妇就当寡妇，只要我能够当上几个月，或者是几个星期的张太太，我也心满意足，死而无憾。你是为了要继承我的财产吧？我跟你开玩笑的，别紧张，好吧？我会安排的了。谢谢你，东哥。碧芝姐，怎么我一直打你电话你都没接啊？我没听到。对不起，借一步说话。你干什么动手动脚的？听说东哥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时候多捞一笔，免得将来年轻人掌权，我们要动手就更难了。什么我们的？梁永强，你搞清楚一点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你不要把我拖下水啊！碧芝姐啊，我们一向来不是合作愉快的吗？看来你真的搞不清楚状况。我很快就成为张家的女主人啦，以后紫源的钱就是我的钱，你要是打紫源的主意，就是跟我过不去。那以前的事情就算了，我劝你还是不要打紫源的主意，要不然被我捉了，就算是亲戚也没有人请讲。你最好好自为之。收，我帮你讲，这边有验孕棒的啊。我帮朋友买的。
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管我啊！我跟你讲，孩子我是有份的啊，你不可以逗他，听到没有？还牵什么东西？走！闹过了没有？你给我放手啊！你神经病啊！啊，一条小生命在你肚子里面，你就这样活生生把它打掉，你知道你多残忍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有了？你的验孕棒咯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用朋友做挡箭牌这招已经用到烂了啦，我一看就有问题啊！不用你管。这个听我讲啦！我跟你讲啊，小孩子我是有份的，不可以打掉，听到没有？我没有要堕胎，假厉害啊你！那你来这边干嘛啦？我不可以找医生确认一下吗？你来这边找医生去？说是，我陪你去，我陪你回。不用你陪。我警告你啊，如果你再跟着我的话，我就真的去堕胎 ，OK？ OK， 那你自己小心点了 ，OK？ 小雪真的怀孕了？哦，你不想负责任是不是？哎，我哪里不想负责任？现在那个孩子在小雪肚子里，他要怎样就怎样咯。我不是他的谁，我凭什么逼他留住孩子呢？哎，宝贝，那你现在在等什么？就赶快去追啊！怎么追啊？你以为赛跑跑2步就追得到啊？他现在看到我，好像看到鬼一样，看到我就闪嘞。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？还有什么打算啊？当然是结婚啊，孩子都有啦，我才不要小孩生出来之后跟我一样，从小到大没有老爸。宝贝啊，如果有得选择，有哪个女人愿意当单亲妈妈？你知道吗？做单亲妈妈是很辛苦的，就好像我啊，为了养你啊，吃了很多的苦，也受了很多的委屈。知道了，妈咪，你也辛苦。不过妈咪，你刚刚说这些话，应该说给小雪听嘛。哎呦，你们的情况跟我不一样啊！你们2个都是单身，只要一结婚啊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啊，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她不肯嫁给我嘛。那你用你的真心去追她，也可以打动她的吗？妈咪呀，小雪跟其他女孩子不一样了啦，这么容易追到的话，早就追到她，对不对？哎，妈咪，帮我想想办法啦，帮我追她 ，please。现在懂了，紧张了哦。看来我儿子这次很认真了哦。好啦，你就想想办法了啊。还是妈咪好。恭喜你！谢谢，恭喜，谢谢，恭喜，谢谢，雪峰啊，终于盼到你结婚了，谢谢。新雅，俊峰要结婚了，恭喜你啊！到时候你也跟他们一起来喝喜酒。我们一定会准时到的。俊峰哥，你要不要我做你的伴郎啊？怎么？开始要学怎么当新郎了是吗？大律师就是大律师，聪明。雪峰啊，你马上要结婚了，真的是为你高兴啊！谢谢你，张先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前阵子你入院，我忙着筹备婚礼，没办法去探望你。你身体还好吗？我这身体啊，好不了的啦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把你当成我自己儿子看待，无论怎么样，我一定撑到你的婚宴。我要看着你娶老婆，喝你的喜酒。好不好？你一定要撑下去了，我们都还没有结婚呢。那你们4个人呐，一定要快马加鞭了。我的身体真的撑不了多久，要是我真的在离开之前看到你们成家的话，那我真的是死而无憾了。爸，不要讲这种话嘛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完成你的心愿的 ，OK？ 你说的。怎么这么迟了还没睡啊？睡不着，出来透透气。你也是啊。
是不是担心爸的病？我只是希望爸爸能够开开心心、无牵无挂地走完他最后的人生。我要尽快实现他的心愿。什么心愿？爸希望看到我跟欣雅结婚。我们本来就是男女朋友，结婚也是迟早的事。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向他求婚。你把欣雅当女朋友，但是她有把你当男朋友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欣雅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，而且她和俊峰很暧昧，你不要被他骗了。你怎么对欣雅有这么深的成见啊？我对她没成见。爸进医院那天，我看到她和俊峰暗地里约会。如果他们没有不可告人的关系，为什么要那么鬼祟？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我不准你这么重伤欣雅。我只是把看到的事实说出来而已。无论你看到什么，慧珊，不要对我抱有任何希望。你在博斯的教堂讲的那些话，我都听到了。自从我知道你是治过我的小哥哥之后，我就对你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。原本以为那是感激，但慢慢的，我发现原来不是，是一种喜欢。我承认，我是对你有好感，但不至于无中生有，重伤欣雅。从小到大，我都一直把你当亲妹妹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喜欢我。不要对我有感觉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你根本就不是爸的亲生儿子。是不是爸的亲生儿子，其实对我来说根本就不重要，因为我从小就把他当成是养父。慧珊，我对你的好，是完全出自于哥哥对妹妹的疼爱。在我的心中，无论我们有没有血缘关系，你永远都只是我的妹妹。放心吧，我会把你当哥哥的。跟我在一起，会不会觉得闷啊？不会啊。怎么？你跟我在一起觉得很闷？怎么可能？能够遇见你，是我这一辈子最幸运，也是最幸福的事。欣雅，如果我被打回原形的话，你会不会嫌弃我？你为什么这么问啊？哦，我是说，如果我不是爸的亲生儿子，你会不会介意啊？你怀疑你不是老板的亲生儿子？其实这个不重要。我没有办法选择我的出生，但是我可以选择我的人生，选择一个我深爱的女人，和她共度一生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嫁给我。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才对。要不是因为爸的病，我也不会这么急着求婚的。没关系，我愿意等你。不要等我了，再等下去也不会有结果了。
我们分手吧。我知道这很唐突，你可以暂时拒绝我，但我们不需要分手吧？我真的不想再欺骗你了，立行。欺骗我？难道惠山说的是真的？你喜欢俊峰？这跟俊峰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尝试了很久，但是我对你真的没有那种感觉。不可能！如果你对我没有感觉的话，当初你就不会跟我在一起啊。对不起啊，立行。你的笑不必再作假，答案不复杂。像你这么会持家的女孩子，谁要是娶到你，那真是太有福气了。都没想过要结婚。我送钥匙给你，是想打开你的心门，走进你的世界。不要怕，有我在。我是你的男朋友，以后无论有什么烦恼，不要一个人扛，让我替你一起分担，好吗？立行是一个好男人，如果你喜欢的人是他，一定会很幸福。我是真心祝福你。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，我跟依晴就快结婚了。等喜帖印好之后，我会给你一份，希望到时候你会出席。这些药呢会伤胃的，记得要吃完饭之后才可以吃 ，OK？ 还有，你吃了药之后要记得把它记录下来，像这样。哦。一定要记得哦。哦。你今天好奇怪啊，好像在交代身后事一样。老板，我想辞职。辞职？怎么这么突然啊？我跟立行分手了。难怪这下午的时候看到立行，他心事重重，问他又不说，原来是这样。能不能告诉我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其实从一开始我对立行没有那种感觉，他的人真的很好，不想再欺骗他了。就算是分手，我觉得你也不需要辞职啊。对不起啊，老板。什么时候对不起过我啊？好，但是你辞职之后，你有什么打算啊？我打算去澳大利亚找我妹妹。去散散心也是好的。这样吧，迟点我会给你一笔酬劳，就算是我谢谢你这段时间里面对我的照顾。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离开你，你不生我的气，反而还对我这么好。这是你应得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和俊峰一样，虽然不是我的孩子，但是我都把你们两个当成是我亲生孩子来看待的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不会来看我。
谢你，老板。不打扰你休息了。老板，有件事我觉得不应该再继续瞒着你了。什么事啊？先回去吧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哎呀，难得你约我，我怎么会不出来啊？想不到我到今天还是这么有魅力啊！你在我心目中啊，永远都是那么有魅力的。子杰一定告诉过你关于我的病情吧？我知道你不希望我们把你当成是病人，我就不问。到现在你还是那么善解人意。听说你不肯接受治疗，像我现在这种情况啊，不接受治疗就是最好的治疗。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？也不想想身边的人是会为你担心的。你如果不放心的话，可以搬进来照顾我。你不是有看护吗？他辞职了，怎么样？敢不敢接受这份苦差啊？好吧，我倒想看看这份苦差到底有多苦。什么时候开工，随时通知我一声。那我就当你答应了，随时欢迎。今天找你出来啊，是想告诉你，小雪有了。这么大件事，直接没有告诉我啊？她可能啊不想你太操心。其实她现在自己也是很乱，她想负责任，但是小雪啊又不肯嫁给他，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，只好找你商量啊。东哥，结婚这种事是逼不来的，他肯听我的劝，他们两个早就在一起了。钱叔啊，你可不可以再劝一下小雪？我是真心诚意想要娶她的。小雪的性格你又不是不懂，你越是逼她，她就越……她来了，你去问她吧。不用问了，我自己做的事我会负责，大不了我做单亲妈妈，自己把孩子养大。开玩笑啊，孩子我们两个都有份的啊，做什么单亲妈妈？我妈是过来人，很辛苦的，你问她。小雪啊，单亲妈妈很辛苦的，要承受很多压力，这条路不容易走啊。林子杰，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？连结婚都要靠父母出面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结婚当然要靠父母的啊，他们两个人来提亲，这是华人的礼仪跟礼俗啊。可是我根本就不想嫁给你啊，提什么亲？为什么不要嫁给我啊？你知道有很多女孩子排队想跟我交往的嘞，我条件这么好，你知道吗？整天自以为是。我告诉你，我最讨厌也最看不起像你这种人了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烦我 ，OK？ 我自己的事情我会解决的，不用你们操心。宝贝，不要灰心啦，我看得出呢，小雪是嘴硬心软，哎，不要放弃，拿出你的诚意，继续努力，我相信啊，一定会打动她的。我呢，非常同意你妈的说法，现在只有一个人能帮你，就是你自己。怎么这么急着要走啊？我都已经辞职了，还要我赖在这里不走啊？我听爸说你要去澳大利亚，是不是因为想要避开我？我是要过去照顾心灵。
那我以后能去看你吗？当然可以啊。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。那我先走了。保重。 思雅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辞职了。对不起，没办法帮你完成任务。我会过去澳大利亚照顾心灵，那在那里找份工作，暂时不会回来了。那立行怎么办？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我不想再欺骗他，也不想欺骗自己了。 其实心灵复原得很快，再过几个月，他就可以搬回来新加坡了。你没有必要长期待在澳大利亚的。我没办法继续留在这里了。为什么？我喜欢上你了。 最后还是选择停顿，你没问，我也没吭声。离开的时候，我关了灯，不让你察觉眼角的余温。 你的世界有几扇门？时间久了，是否也染成？最后是路过，还是被困？谁又会是那个住下的人？ 你在我的世界留下了指纹，我用力抹不掉，只怪爱情太狠。有些人擦了肩，擦不掉眼神。我们都太低估选择多少。